自古以来，陵墓非常多，有因山为陵的，有平地起坟的，还有在大山里面埋葬的很多墓葬。那么在重庆这里呢，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悬棺，就是在悬崖绝壁上面放置了很多棺木，并且材质是非常珍贵的金丝楠木，听说在这里放置了差不多2、3千年。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重庆无锡。经常我们说的金丝楠木啊，大家看过金丝楠木的树、金丝楠木的房子，特别是在湖北西部、湖南还有云贵这些地方，很多金丝楠木。我们在重庆很多地方也看了上千年的金丝楠木树。那在这个大山深处，我们看到呢全是绝壁，都是几百米高。而眼前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在绝壁上面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，就是用金丝楠木制作的悬棺，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2000多年日晒雨淋，而且呢完好无损，没有被破坏。这个是不是非常奇特？很多人可能不相信，普通的木材放在这个雨里面，日晒雨淋的话，可能1、2个月就损坏了。这里经过几千年都没有损坏，确实了不起。还有一点呢，这个是一整块的绝壁，几百米高，这个悬棺到底是怎么放上去的？这个也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因为我们看了龙虎山的悬棺，那这里的悬棺呢，跟那里又不相像，它直接是放在悬崖绝壁的那个，我们相当于说是一个缝隙上面一样的。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，顺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很多人一听到金丝楠木，就知道这个树木是非常珍贵的。自古以来，金丝楠木基本上就属于皇室专用的，一般是生长在大山里面，比方说湖北的山区、湖南的山区，还有贵州、云南这一等地。有这样一种说法，金丝楠木生长是非常缓慢的，300年成栋梁之材，500年才能使用。在中国古代建筑中，金丝楠木一直被视为最理想、最珍贵，也是最高级的建筑用材。在很多宫殿，还有古代皇家的那些坛庙、陵墓中广泛使用。最熟知的可能就是朱棣的长陵，还有乾隆的御陵，他们很多建筑都是属于金丝楠木的。那么为什么金丝楠木这么受到欢迎呢？第一就是金丝楠木非常坚硬，就是通俗讲的水不能进，蚁不能学，蚂蚁都钻不进去。然后呢，坚硬防腐，放置的时间很长，都不容易腐化，并且金丝楠木还有淡淡的香味。所以金丝楠木自从被发现之后，基本就是古代皇室专用的，特别是明清时期，一般人用了金丝楠木都是犯法的，要获罪。但是经过上千年的砍伐，金丝楠木到现在越来越少了，其实到清朝就已经很少了。比方说乾隆修建御陵的时候，他那个地方的金丝楠木很多是从北京13陵陵墓里面那些大殿拆下来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崖壁上面看到的这些棺木呢，是叫做悬棺，它上面的材质也是金丝楠木的。悬棺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葬式之一，基本是在南方，当然了，北方也有。那么悬棺最早一词出现在哪里呢？出现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，公元大概500多年，当时有一本书叫《太平御卷》，里面讲述了悬棺。悬棺跟我们平时看到陵墓一样的，有很多种。有些悬棺是直接放在崖壁上面，就是相当于一个缝，可以放一具棺木。我们现在的就是如此。那有些悬棺呢，就是在崖壁上打一个洞，把棺木放进去。那悬棺最让人疑惑、最让人解释不通的，就是它是怎么放上去的。特别是在悬崖绝壁上几百米高，从下面放上去不太现实，从上面放下来也不太现实，所以无锡这个悬棺也是未解之谜，因为这个悬棺离地面有几百米高。那么这一块的悬棺上面，当时总共是有24具悬棺，现在只剩下15具了。就是在这个悬崖绝壁上面，大家猜一猜有多高？按照估摸着的话，大概有400米左右。那么悬棺几乎是在中间这一块。
那么为什么会考证大概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呢？因为大概在几十年前，四川大学的教授来这里考证过。那么他们是怎么看到呢？就是在这个顶部相当于我们说清洗外墙一样的，从顶部打绳子下来考证的，那相当是危险的。四川大学和文物部门先后1980年、88年分别对上面的悬棺18号和1号进行了发掘，两具岩棺大小有异，形制相同，均为整段楠木制成，底盖子母榫相扣而合，相当于是我们说的榫卯结构一样的。棺内呢均有男女尸骨一具，里面的一些我们说的陪葬物有青铜带钩以及手镯，还有青铜剑，是楚剑蟾蜍的剑鞘以及鱼形图案的骨雕一件，经专家鉴定为是西汉晚期所葬。那么这个地方呢安葬的话，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段，可能是一个家族的，因为西汉晚期的话，大概也是属于2000年多一点点。估计的话是秦汉时期这边的少数民族安葬的，猜想是这样的。当时这里发掘的是2具棺木，刚才有1具棺木呢是属于西汉晚期的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战国晚期的，那就是很长时间了。所以整个这个上面的崖壁呢，大概是经过了400-500年的历史在这里安葬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棺木不是太多，但是估计之前是很多，有一些呢可能是被破坏了或者说损坏了。但是总体来讲的话，大家想一想，就算是按照西汉晚期来算的话，也是2000多年，那些棺木呢还完好无损。所以经过2000多年，这些放置在悬崖上的金丝楠木还能够保存这么完好，因为经过日晒雨淋，这也能证明金丝楠木坚硬防腐，质量非常好。这里的悬棺全部是由整个楠木挖凿而成，做工呢比较粗糙。最大的1具棺木长约3米，高将近1.5米，里面呢还套了1具小的棺木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棺椁，外椁内棺。那么这个悬棺到底是怎么放上去的？这个谜底一直很难解决。那有一种说法是从上面弄一个绳索，然后把棺木放下来，就相当于是在几十年前专家学者来这里考证的时候，那么人就是通过山顶慢慢攀登下来，通过绳索。那么这里悬棺也有这种方式可能，但是在几十年前福建采用过这种方法试验，但是并不能解决古人放置悬棺过程中所有的细节问题。就打个比方说，我们清洗外墙的时候，人掉在外面玻璃上面会摇摆，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怎么样才能把棺木放到预定的位置，困难之大难以想象，因为随时都有风嘛，这里又是山谷里面。那么也有些人说从下面攀登上去，这个就不太现实，因为悬崖绝壁之所以称为绝壁，就是没法上去。你人徒步上去可能，但是你放这么大的棺椁上去基本不现实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古人在悬崖绝壁上面修建了栈道，通过栈道把棺木放上去。那么这个呢也是比较困难的，除非你在悬崖绝壁上能够看到一些遗迹，要不然这个也不太现实。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？就是说根据涨水来放置悬棺，因为在几千年前这里可能是大河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普遍的悬棺呢多是选择在有水旁边的悬崖绝壁上面。那么经过几千年间，河道地貌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有可能当时这个水流比较高，只不过呢经过长时间的自然现象，水位降低了，因此呢当时放置的棺木呢高度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放置悬棺的过程众说纷纭，很多解释呢是没法解释的。但是确实古人的智慧非常厉害，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无法解释，但是在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又很好解释。就打个比方说，我们看到很多崖墓一样的，那么在一个巨大的石山里面，巨大的石头里面
砸出一个几十平米的面积，到现在还是完好如初的。因为古时候没有机器，那个时候怎么样打造出来，这个是我们想象不到的，但他们确实做到了。这个玄关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金丝楠木一直都比较宝贵，那大家猜想一下，放置了这么久的金丝楠木价值有多少呢？正常来讲的话，估计是上亿了。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玄关到底是怎么放上去的？